海中之狼，一方霸主，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？红伞伞，白杆杆，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？当鱼胶烧鹅融为一体，将锻造怎样的经验？跨山压海，无所畏惧，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。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。世代居于此的人们，凭借勤劳和智慧，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。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，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。哎，阿勇，你不出海啊？这两天？今天过节。他们这两天好多海南打，有这两天。对，准备去。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，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，打一下海南啊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。行，好，先走了。好。我今年31岁了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。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，然后到我这辈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。万胜勇，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。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传舵后，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，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。现在是游淡季，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。每年万胜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10场的较量。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，由于口部扩大，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，俗称海狼鱼。它们身体细长，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。因为蛋白质含量高，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。宁丢车和牛，不丢梭鱼头。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，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。时间进入到9月，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。万胜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，等待着中秋的到来。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。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，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。渔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小时，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。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。穿上潜水服，拿上捕鱼枪，万胜勇深吸一口气，跳入海里。我们一般潜到18、20米这样子，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，哪怕渔网是碰上它，也会被它挣烂，它的那个力度很大。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，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。发现海狼鱼群身影，即往深处潜。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。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，它的牙齿特别锋利，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。拉弓瞄准，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。这一块领域，我还是比较自信的。一吸一潜，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。突然觉得
还不错嘛。辛苦得来自在吃，偶尔万胜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。一道盐焗，一个干煎，一个红烧，再一个打汤。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？不是厨师出身的万胜勇有着自己的技巧。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，这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，就特别香。先用盐，给它抹一下，然后再放点酱油，放点葱姜蒜，然后加点油倒进去，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，让它入味。入味之后，把它用锡纸包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。鱼腩切块，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放姜、蒜和辣椒去腥，加蚝油和水，慢火焖煮至收汁。红烧海鲮鱼、盐焗海鲮鱼、海鲮鱼头汤，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。是呀，盐焗海鲮鱼。给你看一下鱼尾巴，大不大？大啊，是不是好大？然后继承打那个大大的又有尾巴的。你吃那么大口啊？好吃吗？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？你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哦，知道吗？好。一代又一代，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。年轻的万胜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，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。哎，师傅啊，哎，阿田，好，这皮压薄一点啊，对，快整齐啊。好。哎，阿全，你看这个油啊，这个油不能用太多次啊。差不多黑了就给它换掉，放新鲜的啊。这个就是雪山包，这个呢就是葡萄。尽量这些不要洒出来，是吧？均匀一点，是吧？我是2001年就过来佛山这边发展，一开始是做贸易生意，2011年的时候就改行做餐饮，到现在也10年了。10年餐饮路，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，就是从这家炒菜馆开始的。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炒菜馆，从筹备到开业，足足花了3年时间。10年餐饮经验的得失，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。炒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，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。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儿，讲究用料生猛，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2字来形容毫不为过。尤其是海鲜，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，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。而不时不食，更是重要法则。这种对食材的认知，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。咩真係南無嘅去拉喂？係啊，嗱，見呢個變正少水，可能就拖嚟，你都係刮海黐嘅，都零香。知就正正呢有多呢落銀海。炒菜它有一句话就叫1鲜2肥3当食，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，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。所谓力不到不为财，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，除了亲力亲为外，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，尤其是海鲜。始終開始嗌燈絲，始終就上好啫，上燈絲，整呢更多嘅時候呀妹。酒樓又針對呢個變精咧，始終推出了掛嘅特色菜，專門是做19度區嘅，有零頭區嘛。有愛潮度，伊掠起來哦，吸聲，吸酸，吸酸。9肚魚
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，有着一张凶残大口，两颌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，酷似传说中的龙首，因此也叫龙头鱼。它的鱼肉软嫩，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“豆腐鱼”。在潮汕人的家常里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，去头去肚后，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。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，同时给它入味儿。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，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——咸菜九肚鱼汤。与肉末和粉丝同煲，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——肉末粉丝九肚鱼。用啊，因這嚟個係似梅麼啊？要再用咩啊？誒，呀，當佢梅麼？梅麼嚇，夠啦，明驚多隻嘅，夠殼啊！清晨到達汕頭港的海產，傍晚就能出現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。而為了讓他鄉人嘗到這口鮮，黃文彬和他的團隊從開業至今，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條生鮮冷鏈。極致鮮美的背後，甘苦自知。用啊，你就見這個當佢搞錢啊，個杯呢種東西嘛。你見咩？只幾隻當佢呢個做幾日菜，又幾幾日條蒜朋友留香，哎過來條蒜味道。哎。九肚魚的肉質含水量高，烹煮後綿軟易散，因此極少被用於搭配其他食材。在九肚魚的烹煮上，潮菜大廚季從勇的獨家秘訣裡對應的，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厭其煩，不捨其精。去除魚脊骨後，魚肉分塊切絲，加入香菜和金不換提香，下魚露和胡椒粉醃制，再用米漿紙包裹魚肉，蘸上蛋清、麵包糠，最後下鍋油炸。這就是季從勇所創的九肚魚盒子。為了讓肥美當季的九肚魚能進入更多食客的視線，季從勇開創了油炸乾身法來破圈。軟綿的魚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後，與果條同炒，與生蠔薯粉同煎，下鐵板澆上泰汁酸甜醬，立馬變得脆嫩俱佳，酸甜鮮香。當年曾被嫌棄的海魚，在師傅季從勇的手裡登上了大雅之堂。吃嘅嗰就叫當佢噏，係點咩當佢啊？最多呢最棒當佢嘅就係黑椒，平時比較少。好嘅。我整個蒜泡咗時候，咱正宗嚟蒜頭啲嘅條菜。咁我唔要夾菜㗎，先代表入去味道啊，夾多啊就冇。睇嚟就是啊，邊啊，胡邊啊，就好。對於潮汕人而言，唯有美食與鄉愁不可辜負。那一碗鮮，早已深埋於他們的基因裡。黃文彬的執着與堅守，讓他鄉人品嘗到家鄉味的同時，也讓記憶中的香味兒跟隨着打拼人落地生根。